有请男主人公小广，30岁，来自广州，从事的是IT业；女主人公小玉，26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酒吧老板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。谈了几年了？08年到现在了。感情好吗？一直都很好。但就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我的工作。你的工作怎么不是挺好的吗？我非常不赞同他继续在做酒吧。一个女孩子每天晚上10点开门，2、3点才回来，是吧？可是女人也是需要工作的。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工作有什么不好。问题你可以去做个正常一些的人的工作啊。这个怎么不正常？先不说你烟酒啊，先说其他的。你看，他每天上下班都有开店以来的一些朋友过来支持他。每天就对他毛手毛脚的。如果你女朋友是这样子，你觉得心里舒服吗？我觉得不舒服。我一会儿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们俩是在哪儿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其实就是他在他酒吧认识的。就是在我酒吧里认识的。就是在酒吧里认识的。他上我这来喝酒。我觉得挺浪漫的呀。他的想法是那种很大男子主义的，女人就是应该相夫教子，在家里待着，哪里都不要去。那你那个时候追人家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这些呢？其实我不敢跟他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追他嘛。现在是大家已经年纪毕竟大了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做一个文员，或者做一个高级的一些公司的管理层，以你的能力足够的。对于那种特别死板的工作，你不觉得特别的无聊吗？如果我做酒吧，有一些女的经常过来就叫我出去或怎么样，你会怎么想 ？OK 啊，我可以接受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工作需要。比如说，川哥，你去我那儿喝酒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了，勾个肩搭个背的，特别熟的朋友，这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是他小心眼儿。其实我只是关心你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不关心你的话，我不会叫你把这边的东西放弃来我这边工作。我家里足够支撑的我们2个的生活。我现在跟你过去了，就是虽然是说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可是我觉得我自个儿会跟社会脱轨。我现在听明白了，就是说他希望你跟他去南方做全职太太。对。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爆发点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母亲百般阻挠，今天来了一位他的舅妈啊，去到他家我就看这3个女人一台戏的了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好，你想一下，他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地域歧视。南方人和北方人真的是在生活上、观点上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我都说他们家3个女人真的很厉害，我简直 hold 不住他们3个的啊，就像一个后宫那样子，有皇太后了，有贵妃了，还有她皇后了，这完全我是没有办法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得了这个场面。妈妈为什么反对？因为我们家里就2个人，爸爸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如果说我跟她嫁过去，那妈妈一个人在北京，没人照顾她。我可以把你们接过去。她在北方生活了50多年，你突然让她去南方，她真的是适应不了。那你愿不愿意迁过来呢？现在问题是我就算迁过来，她妈妈也未必能够。为什么她迁过来，你母亲也不会同意呢？她就嫌弃，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在北京那么久，还是租房子。因为妈妈一个人特别不容易。我肯定是什么事情都要去为他考虑。也就是如果没有你母亲的祝福的话，你是根本不会嫁给他的。如果再说家里人的话，我家里人也不愿意我过来，因为他们觉得这边很干燥。我跟他说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说我可以1年2、3个留在这边，2、3个留在那边，2者兼得的。但是他就觉得好像还是飞来飞去不稳定。这真是一个难题。其实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难题。看起来好像所有的责任都是在家庭里的，这对恋人之间真的就没有问题吗？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家庭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。姑娘，我要跟你说一句话，无论你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，哪怕是一北京男孩，哪怕是你妈妈说的有车的、有房子的，能够符合所有他认定的这个硬件条件的，他可能都不会接受你带着妈妈嫁人。当然我说的这个带着妈妈嫁人，不见得说你要把妈妈接过来，说我们3个人一块儿生活，有可能是
妈妈过多的参与你们婚姻当中的意见？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妈妈聊过，她说我不会就是过多的去管你们生活上的事儿，但是因为在管着啊。但是因为小玉啊，我没有家人。小玉，20多年形成的惯性，你觉得你妈妈一句话就可以改掉吗？妈妈其实这么多年跟你相依为命，她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对方是我的全部。你们母女之间结成的这种亲情的纽带的关系，是别的任何感情无法替代的。人生有2次断奶，第一次是真正我们长到1岁的时候不再去吃母乳了，另一段断乳期是在女儿将要出嫁，这个时候母亲觉得说女儿不再需要我了，那个时候她心理上的那种空虚感和空白感，会让她做出更多的去干预和参与意见的这种事情来。所以我觉得小玉在这个问题上，你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了。我认为不是单纯的南北差异的问题，即便你找一北方的小伙，如果你还是目前跟母亲的这种状态，以后还是会出问题。苏老师说的固然有一定道理，但是你别忘了这个特殊情况。这个是个单亲家庭，姑娘跟着妈妈从小一块长大，这种母女的依恋、相互依恋，我认为很正常。你们男孩子、女孩子一个最大的毛病在哪里呢？就是老想改变对方。我特别要说这个姑娘，如果你认为妈妈是离不开的，妈妈坚决不能到广州去，你找对象真的不能跟南方人找，你当初就不应该给自己揽这么多麻烦。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，就是他现在遇到挫折了，他不会去面对。老人嘛，心都是软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可以去别说软这个了，磨硬泡。我看到你看一下，我看到你舅妈，我已经怕了，已经是2眼发光，想把我吃掉了。你有想办法去解决吗？就我妈对他有意见，他没有说打个电话，像正常问候啊什么的。如果你要他打1个不接，你可以打2个，2个不接，你可以打3个，他最后肯定是会接你的电话。你如果真的爱这个北京姑娘，你就得锲而不舍，好好的想办法去打动她，而且你要做好准备，不可能马上把姑娘领到广州去。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人是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，但是人不能像普通的动物一样对待感情速战速决，因为人有头脑、有感情、有不舍。首先说到南北问题，南北文化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。南方人找媳妇儿看丈母娘，丈母娘泼辣，女儿也胡搅蛮缠；北方人找女婿，看他爹，老子英雄，儿子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南方人嫌北方人不爱卫生，吃大葱吃大蒜，是吧？北方人嫌南方人唧唧歪歪。总而言之，南北方的最大的差异在于北方人更多的粗犷一些，要憨直一些，而南方人也更工于心计。但为什么我们只看得到它的差异，看不到他们互相的优点呢？如果南北双方的优点结合在一起，那该是多么的完美。其次再说到女方和母亲之间的问题，孤儿寡母的20几年的相依为命，这种感觉不是普通的人能够理解的。但是这样的一种弥足珍贵的亲情，是不是要以牺牲女儿终身的幸福为代价呢？我想这也不是母亲想看到的。然后第三，说到你们俩之间的问题，基本上在这个舞台上，如果男方比较鄙视女方的工作，或者是讨厌她的工作，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男生，都是自己内心不够强大，不够自信。你怎么就这么害怕呢？因为我不是他择偶的标准，他要1.8米的。谁的择偶标准是一成不变的呢？每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当中，在最开始找伴侣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大致的轮廓，但是往往最终2个人牵起手来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你身边的那个他跟原来你想的根本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每天就是在妥协、追求、平衡当中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。而且你们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完全全不可以去弥补的，南北差异彼此互相欣赏就解决了。母女之间的择偶标准的这种差异，你让她女儿幸福就可以了。你们之间的工作问题，你信任她就可以了。他没有给机会啊，他母亲没有给机会。机会不是他给的呀，就像女方所说的，你自己要去争取的啊。现场其实就是一个考试场，因为舅妈来了嘛。我们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首先我们从舅妈开始吧，哈，来。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刚才咱们听到专家刚评论说的好，到现在
你说话我们北京人听不懂，你们南方的生活习惯我们接受不了。再说了，你说你到我们家来，将来以后生活怎么办？你家里都是独生子，我们也是独生子。你要将来你过来了，你父亲要有病了，母亲要有病了，啪嚓来一个脑血栓，你回去赶得上吗？说句实话，虽然我们闺女说妈妈不同意，我这舅妈的更不同意，因为你的说话，你的表情不像个爷们儿，不像个汉子。舅妈，又不是让您嫁给人家，闺女喜欢啊。他说话，妈妈和舅妈哎呀，毛毛雨洒水了，我说实话，我真接受不了。你觉得行吗？就冲他面对我们俩的问题上，他是不够爷们儿。我想说一句话，舅妈啊，真正的男人比的是责任心，真正能担当的男人才是男人，而并不是说个子怎么样，说话怎么样。所以他说话，南方人说话可能你觉得听上去挺不舒服的，撒嘴啦，要不是这，但是一个男人真正的他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撑起这个家，能在关键的时候付出自己的真心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很多表面上看上去挺高的爷们儿，真正的时候根本不扛事儿，没错，逃得比鬼还快，我告诉你。您说这话我不否认，我们做老人的就从方方面面的考虑，比如年岁越来越大了，对吧？我们需要看病，我们都指着我们的女儿，因为给她培养大了，对吧？我这舅妈无所谓，撇一边。行，妈妈可不同意啊。对，那我接下来问您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小伙子心眼坏吗？说句实话，心眼不坏。哦，心眼不坏。第二，对你女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老觉得是一厢情愿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所愿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？我真的是被他们搞的，这就问题大了，这就问题大了。你原来真正问题在这儿。我估计他不是，我是真的是我夹在中间很为难，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我现在只问你呀，你心里对他有没有感觉？你爱不爱他？你喜不喜欢他？爱肯定是有的。那你为什么刚才说我不知道呢？以我的感受，这么多年的感受，姑娘说到现在也是实情。因为姑娘也很纠结，人的感情，我就告诉你，她的犹豫，她的动摇，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。看来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难推进的。我们先听听小玉母亲的一个态度吧，来。您希望您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呢？就在北京找一个北京的。我在北京生活了10几年，因为我孩子是从小就在北京长大的。那就说他要是也同意留在北京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3年了，人一般般。另外他在北京也没有房位，没有车，什么一无所有。讲话了，结婚是租房的，那我更不同意。那他俩以后要是就比如说要走到结婚的那个地步，我也不会祝福他的。女方嘅媽媽即係賣女，唔係嫁女。我請問你說什麼呢？你說話說普通話，我能聽得懂，你媽我們都不知道。哦，那我就說，小玉他媽是用金錢來衡量她的女兒，是用金錢賣女兒，不是嫁女兒。您是這麼看的，是吧？我們不說他母親的態度哈，我們特別想知道您和您的愛人哈，如果他們要結婚的話，你們有什麼要求嗎？其實這個事情他們談了3年，他們都沒告訴我們，就是說感情出現了一點問題。我們在廣州都有2套房子，他跟他媽媽過來住都沒問題的。小玉到廣州之後也可以找一份工作，是吧？不一定在北京生活。如果現在我兒子說願意留在北京生活，我也隨他意，因為我也不想左右他喜歡小玉嘛。小廣這個父親說這段話，我恰恰覺得，你說南方人心眼小嗎？願意來一起生活，一起生活。兒子大了就兒子自己想去北京就去北京，沒有任何的說我們要怎樣。可是主持人，我說實話，咱們說的是將來一生一世。好幾十年在他們那邊生活就不習慣了，對吧？生活根本就不是。也不會這樣啦，應該你可以就是說在北京過半年，或者在廣州過半年，這個也沒問題。你看，你要求我們說我們女兒跟媽媽一塊兒去到你們生活，那將來你們到我們這兒來北京生活可以嗎？也沒問題啊，沒問題啊。那可以，明兒你就到北京來，你們全家幾千到北京來生活，買房子買車，好吧？可以啊。買房子買車到北京生活。那你現在就慢慢來嘛。我說實話，我問他媽媽，你了解他的媽媽心裡的跟他的心情嗎？我唔知啊。
什么叫老母鸡呀？老母鸡不是我说母鸡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不是母鸡。甭管说炖母鸡也好，老母鸡也好。没有人说你母鸡，没有人说你母鸡，知道吧？不是，你也不是母鸡。啊，不是这意思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差异。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家庭的这个问题闹到所谓的南北方的差异。没有人想骂你。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我们看到太多的南方姑娘嫁到北方活得很好，很多北方姑娘嫁到南方也不错的。现在我倒觉得小玉你的态度特别的重要。现在看来，你们的黄金60秒。小玉啊，也许我真的没有给你太多的感动的事情啊。从08年开始到现在，大概有1000多个日夜了，但感觉好像你还没有体会得到我的那种真情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今天也是50%吧。然后我希望你给了50%的机会，我重新再来过。我可以放弃一部分可以放弃的东西，可以放弃一部分可以放弃的原则，但我希望你像专家所说的，给做一下家里人的工作，因为真的爱你的。我也考虑了 ，OK， 工作我可以放弃，我可以不做。妈妈只有一个，我爱我的妈妈。别的我什么也不想说了。熄灯吧。两位请回，请回。舅妈，您听着也流眼泪了哈。您还觉得是这小伙子一厢情愿的追你们家闺女，你们家闺女不爱他吗？愿意回去给说道吗？说句心里话，这么多年他俩交的3年了，也挺好的。可是呢，女儿太爱妈妈了，割舍不下亲情。您帮着说说，没说嫁了人就一定没亲情了呀，是吧？来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份爱会得到你们的祝福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64.52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应该订婚往前走，因为彼此是爱的，我想有爱会克服掉很多的困难。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呢？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谁早遇到会有这个结果的？我还是会继续等待他，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他舅妈说一下。舅妈，也没有这么正式叫过你其实我想由衷的说一句，希望你可以把我的真诚转告一下他跟他妈妈。毕竟3年时间也不长也不短然后我希望，如果他感动不了，我也许跟他还是好朋友，一切从朋友开始。你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我呢？在今天这个现场，你所说的话，包括专家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我也挺感动。我会帮你努力的，好吧？谢谢舅妈。如果你跟他之间分了，以后如果再找的话，你还会找北方的女孩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地域方面的差异思想，我会随缘的这个东西。但是现在来说，我暂时不会再找，因为我承诺过我会希望舅妈帮助我去做
中间人，我希望未来2、3年可以慢慢感动他们。所以我也想跟这个舅妈说的是，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骄傲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去贬低别人的家乡。任何这种想法都是浅薄和无知的。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好地方，只要它孕育了我，给了我爱情，给了我事业上的成功，我们就爱这片土地。不要因为南北差异而去导致一段爱情的丧失。我谢谢。舅妈刚才说被感动了哈。其实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，我相信现场有很多女孩子不是感动，而是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。他表现了一个男人的成熟，表现了一个男人对爱的一种执着。也今天要特别的谢谢舅妈哈，舅妈已经答应要给你们做一个中间桥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一段真的爱情因为其他的非爱的因素、偏狭的理解或者一些所谓的传统的一些理念被终止掉。我们希望这样的爱在现实生活里被延续。谢谢小广的到来，祝你幸福。谢谢。来，请回。舅妈。